这是一家主营创意中国菜的餐厅，总厨胡晓来自被誉为美食天堂的成都，秉承博大精深的川菜传统，兼具新锐厨师的创新理念，胡晓的菜品常常给客人带来意外的视觉和味觉享受。为寻找美食创意灵感，胡晓喜欢去陌生的地方。这一次，他选择的是位于长江下游的城市芜湖。芜湖那据我所知呢，沿江城市的大厨们对于烹制江鲜河鲜都是非常擅长的。那芜湖本地的大厨们，我想他们的技艺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独特我希望这次能够跟他们多学两手。坐拥江河湖泊，尽享江中的鱼虾蟹，塘中的水生菜，河湖里的麻鸭。还有遍布街头巷尾的美味小吃，挑战外地人胃口的臭菜，和令人怦然心动的长江巨蟹，尽在一城一味之芜湖。胡晓的美食向导是芜湖市餐饮协会的秘书长童春年，安排好这芜湖第一餐，令他颇费心思。最终，童春年选择了一家100年老店。你知道为什么第一餐请你来吃的这个小笼汤包？不知道？哎呀，你看看我们这么多人，咱芜湖人呐，就好这么一口。早上这个汤包在芜湖这个历史也很悠久。来了，好。喝完了新开创河河汤。怎么样？3个味道这是很突出的，咸、甜、鲜。对，是微甜，应该是微甜。对，微甜，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汤包在中国并不少见，但芜湖的汤包有着自己的个性。半发酵的面皮薄而筋道，精选的猪前腿肉瘦而不柴，再加入秘方调制的皮冻。在面点师傅的手中，一只小巧精致、品相诱人的汤包就诞生了。今天，汤包已经成为芜湖最亲民的食物。来一笼是芜湖人对汤包最热情的招呼。在100多万人口的芜湖城区，有汤包专营店近100家。而卖汤包的宾馆、酒店和街头小摊则无以计数。显然，童春年的推荐是不错的。各个地方里都有。特色小食在街头，这是一条通行世界的铁律。梅花糕是很多芜湖人童年记忆中的美食，因为模具有5个花瓣而有了这个诱人的名字。张良华的技艺是姑妈传授给他的。经过发酵的面糊倒进容器，
定型以后填进红豆沙，再用面糊封顶。拿这个啊？它这个小公式来得也很，一跳就起来了，倒过来，打过来。这个感觉像吃那个蛋卷冰淇淋一样。哎。多年来，张良华坚守着传统的制作流程，面糊和豆沙都是自己亲自加工，以保证品质和口味不会改变。做买卖讲究和气生财，但是小摊上却容得下主人的个性。许波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是他的烧饼生意却依旧很好。烧饼有兴趣啊？北方那边没有，我没见过这个。哦，北方没有这种烧饼啊？对。许波要把妻子擀好的饼坯贴进烤炉的内壁，将近300度的高温考验着他的技巧。当贴进去最后一个烧饼的时候，第一个已经快熟了。还是需要点技术的。要想每一只烧饼都能达到完美的酥脆鲜香，就只有靠他的经验了。你算过没有？一天大概能够卖多少？1000个吧，2000个。哇，2000个，2000个。在街头寻找美食，浓郁的油脂香气永远是最好的向导。这种油炸的食品叫腰子饼，里面是萝卜丝、香菜和葱花调配的馅料，外面是一层面糊。腰子饼的名字来自于这只猪腰形状的扁平勺子。就自己做的吧？买的，有专门有人做这个，定做这个。会做这个，因为这个在芜湖，这个小吃在芜湖很普遍。原来这一次胡小感兴趣的不是味道，而是这只模具。靠这个来定型是吧？哎，对，靠它定型。然后定完型以后，然后拿出来在这里面下油锅炸。一个哈。小吃虽是小字当头，但却并不简单。它要求快速制作，食用方便，解馋又解饱。同时还必须有令人一见就爱的卖相，或是与众不同的口味，有时还少不了吸引眼球的器具和赏心悦目的制作。主要靠这个水来进行。物产丰富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美食的圣地。芜湖荷塘密布，不仅出产种类多样的鱼鳖虾蟹。著名的江南水八仙在这里也。晚熟的水稻已经开始收割，金色的稻穗炫耀着鱼米之乡的丰腴，而稻田旁边的水塘里活跃着另外一种水生的家禽——鸭子。这种长着麻雀一样褐色羽毛的鸭子叫麻鸭，它们吃水塘里的螺丝、水草和田间散落的谷粒，每天爬上爬下几十次，鸭肉的鲜美可想而知。在芜湖，鸭子是另一种全民喜爱的美食。它既是普通百姓之家的家常佐餐，又是上得厅堂宴席的经典冷盘。在芜湖城区，卖鸭子的各种门店和小摊儿有600多家，每天销售达到5万只。在这间100年老屋里，蓝恩军和2个弟弟继承着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在蓝恩军的描述中，鸭子的制作流程很简单，无非是清洗、晾干、烘烤、上色、油炸等几道工序。但是行家里手一定知道，秘密和诀窍就隐藏在一个个不好说的细节里。
兰家的鸭子名气很大，但他们每天只做100只。虽然兄弟们掌握着100年的技艺，但是孩子们却都不感兴趣。家传的事业该怎样延续呢？兰安君也说不清楚。芜湖是一座有山有水、令人羡慕的宜居城市，它有着2000多年的建城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一条百年小巷，它曾经是达官贵人们的居住区。年过古稀的崔可记就出生在这里。怀念往事是他最开心的事情，而聊起芜湖的美食就更让他兴奋了。情到之处，童春年也不由自主地学起了消失已久的吆喝叫卖声。楼比楼下楼四，哎，对呀，楼饼楼下，哎，楼饼楼下楼四。作为职业厨师，逛菜场是胡晓每到一地必修的课程。他知道，一个地方真正的美食个性并不体现在高档的餐馆里，而往往是在普通百姓家的餐桌上。于是，童春年把胡晓带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家里。见过世面的芜湖人历来热情好客，施维寿、郑红美夫妇高兴地请胡晓参观自己的新居。而同时，他们已经为胡晓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准备。66岁的郑红美是家里的主厨，她的美食观念就是让家里人爱吃。这种热情使她在菜肴的制作上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即使在艰苦的年代也会尽力而为。鱼鲜自然是不可缺少的。郑红美把新鲜的青鱼肉切碎，打成鱼蓉，团成一个个小鱼丸，外面用一条鱼肉丝包裹成一头尖一头圆的锥形，再盖上一只黑色的香菇伞，就完成了一个螺丝的造型。这道菜叫做螺丝鱼，是郑红美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新鲜的食材、细致的工艺、精美的造型，处处体现着芜湖人餐桌上的精致和讲究。你看这个小柠檬的，柠檬的叫很漂亮。最好的一个最可口的菜。哎呦，胡晓知道，每个厨房都有自己的秘密。那么，郑红美的厨房秘密是什么呢？很鲜的。哇，这么大味儿啊！鲜的，你看这是发酵的，你看，这个颜色啊，你看，自然发酵。我闻的这个有点头疼，真头疼，这个有点太臭了。臭是徽菜中一种独特的口味。好香。每年秋天，芜湖人都要制作大量的腌菜。转到来年，剩下的腌菜会自然发酵变臭。而用这种臭菜来蒸豆腐，则口味独特，深受芜湖人的喜爱。好，你端一下，好的，好啊。我尝一尝啊，小胡。好，尝一尝啊。怎么？哎，没有刚才那么臭。好吃啊！我们这个菜还有一个名，你猜猜看。我猜不出来。你吃的味道好不好嘛？好啊，香。那我告诉你，这个最好听的名字就叫青子飘香。啊，这个名字取得好。好吧。菜又好吃，名字又好听。对。这个平台嘛，要郑红美拿手的家常菜还有很多，比如八宝菜、熏鱼等等。但是因为时节不到，即使做了也无法达到最美的味道。因时而食是芜湖人的又一条美食原则。来我家做客。好。历史上的芜湖被称为长江巨部，皖之中间。作为重要的商业城市，芜湖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客商，而他们也带来了东西南北不同地域的味觉需求。于是，包容四方和改进创新就成为了芜湖的饮食性格。清晨，在江边码头，胡晓见到了芜湖最善于制作江鲜鱼菜的大厨黄碧贵。
老黄每天都亲自选购鲜活食材，他一眼就能分辨出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连商贩们都点头佩服。你看这个跟那个养殖的不一样，它这个颜色有点黄颜色，关注度很亮。逛完了鱼市，老黄把胡晓带到了自家的露台。这10几个巨大的酱缸就是老黄的神秘家藏——辣酱。它不是那种干辣，对，也不燥，它发酵过的味道很纯很厚。在老黄的辣酱中，还有一味出人意料的配料——螃蟹。显示必须是或者进到这个辣椒呛，它自然在里面爬，一爬出来一爬，它吐出来那个沫色，就这个那熏味，自然就融合这个辣椒里面去了。每年的8月底，老黄都要储藏3000斤左右的辣酱，这是他赢得江湖地位的最重要的秘密武器。对于京城大厨的来访，老黄已经胸有成竹。前一天，他收到了一条70斤重的长江野生大青鱼，老黄觉得自己很有运气，计划就在这条大青鱼身上展示自己的技艺。你看，这儿大概有10几圈，这个鱼最少有8年的时间。这条大鱼的鱼尾，老黄准备做一道经典的徽菜——红烧滑水。他曾经凭借这道菜获得了中国烹饪大师的称号。传统徽菜的红烧滑水是没有辣味的，但是老黄加入了自己腌制的秘方辣酱，因而口味独特，与众不同。这个辣椒酱的加入非常的巧妙，要鱼吃起来很鲜，确实您有非常看家的绝活吧？对对。芜湖菜是安徽沿江菜系的代表，以烹制江湖河鲜和水禽见长，讲究刀工，注意形色，善于清蒸红烧，口味清鲜，微酸甜辣。你看我经过几个小时的精心烹调，70斤的大青鱼变成了一桌全鱼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芜湖的人这个好口福啊！这个你也有口福，你也有。芜湖有著名的长江三鲜。清明的刀鱼，端午的石鱼，还有就是秋天的江蟹。一大早，胡晓就和童春年随着渔船到长江里去捕蟹。现在，长江里的水产越来越少，即使正当秋季，一天能捕到1、2只蟹就算幸运了。当然，真正的江蟹也有着惊人的价格。在渔船上，历来都是捞到什么就吃什么，但是现在即使偶有收获，渔民们也舍不得自己享用了。7两啊，这个有。终于，胡晓和童春年见到了期待已久的江蟹。江蟹比湖蟹强壮很多，而且还有着一种鲜为人知的习性。孩子不是拍，孩子在长江是像这样子。他在的时候，正是走的时候，他也不动，他把这个地方往上一。我看到那个水塘里、河塘里写的都是背朝上。不，他说长江蟹不像死水，长江蟹死水是这样的。他长江蟹它像这样子。据说，当年出口的螃蟹一定要在玻璃上爬过才算体状合格。你是讲在那个航海那个湖呀？它是花。这硕大的江蟹让胡晓怦然心动，他决定自己的创意菜就以这应季的江蟹为主材。不是他们俩吃完，我们喊一下子。
前来品尝胡小创意菜的几位朋友已经到了，向导童春年、大厨黄碧贵，还有施维寿、郑红美夫妇。他们都是从小吃姜鲜长大的老芜湖，胡小能打动他挑剔的胃口吗？这次我们捞到这个姜蟹非常的肥美，所以设计这个菜式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想法。第一个呢，就是要表现出蟹的味道的鲜美；另外一个呢，要让它食用起来更加的方便。把这个蟹壳保留下来，加上姜片呐、白葡萄酒呢，熬成了蟹汤。萝卜的处理呢，我们是先进行了一次入味。然后把这个调好的这个蟹汤灌进去，从陈菜的特点来看呢，我觉得非常符合我取的这个名字，叫金汤银丝。不放我先行，它带子给的甜味，是好吃，好吃，真好吃。这是刀工嘛？师傅的刀工好。这个萝卜丝呢，这是根据我们传统叫法，一般不它大没有用到海子下面的。不大用这个，但它今天这个春节的几乎不用。这个主要是一个搭配了，因为在前期处理的时候，这个萝卜并没有跟蟹一起烹饪，而是单独处理的萝卜。它这个这些啊，它这一碗看得不轻，但它花的功夫很多。对，老年轻的小孩啊，这次来芜湖，我真的觉得是不虚此行。那黄师傅的那条大青鱼70多斤重啊，让我觉得很震撼。他做了很多的菜，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郑阿姨家的千里飘香，那真的是闻起来非常的臭啊，吃起来很香。芜湖的美食之旅快要结束了，胡小还惦记着那只炸腰子饼的小勺。眼前的老人已经年过80，他的手艺就是改造那些冰冷的金属，这与各种鲜美的食材并无关联。但是无可否认，在精彩的芜湖美食盛宴中，一定少不了他的一份贡献。